大家好，我是樊振东，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正反手攻球及拉下旋的动作要领。首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正手攻球的动作要领。首先是手、腰包括腿要一致，然后统一的去发力，然后根据来球。上旋球，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主动迎前去击球，这样整个球的质量，包括回球的命中率都会大幅度的提升。上旋拉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尽量保持在身前击球，因为在身前，可以有更多的击球空间，然后击球的落点变化也会更加丰富，所以我觉得在身前击球是能够保障上旋拉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初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比较专注基本功吧，不管是正手、反手，会有很多板数的要求，一个是能形成非常好的这种肌肉记忆，再一个我觉得，对于培养自己的兴趣啊，让自己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啊，我觉得都是对打球非常有帮助的。正手下旋拉的动作要领跟上旋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下旋我觉得因为来球会非常转，那么我们需要把点放得更低一点，然后相对的会有一个从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力轨迹，但是也不完全是只是从下往上，也需要从后往前去结合。下面由我为大家做几个示范。下旋，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第一步需要掌握这个发力的感觉。因为下旋来球很转，那么你需要去有一个抵消旋转，然后制造弧线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如果掌握了这个阶段以后，那么可以去加一些迎前，包括一些前冲，这样会让你的回球更加有威胁，更加有质量。在发力的时候需要全身协调发力，看似好像是手在击球，但其实腰、胯包括腿都需要传导一个很好的力，这样才能够最后在手上去体现出来。反手上旋拉球，
跟正手还是略有不同。反手整个动作轨迹会比正手更小一些，所以我觉得要点就是首先肩包括肘要充分的放松，这样在击球的时候才能够整个运行轨迹更加稳定，命中率也会更高。通常我在反手上旋的时候会有一个更高的重心，因为这样会有一种从上往下击球的这种感觉，这样能给对手更多的压迫性。其实我在正反手转换的时候，握板变化不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快速的正反手转换的时候，握板不去变化，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提高命中率，然后提高回球威胁。我个人体会，反手发力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是在击球的一瞬间的这种。一个是稳定，再一个，在充分理解来球旋转的时候，去给它一个借力打力的这种感觉，可能效果会更好。那么作为反手来说，整个速度包括落点，我觉得在比赛中其实很多时候会比单纯的质量更加有效。反手下旋拉球是我在比赛中使用非常多的一项技术。在比赛中我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击球点去使用这项技术，因为会根据对方的来球来判断自己是用早点还是用一个相对晚一点的点，因为对方的来球速度不同，这样我可以选择更合理的击球点，让自己的回球变得更加有威胁。反手下旋拉球，通常使用的时候都是对手进行一个搓长，这个时候你会用到这项技术。那么在对手如果是搓了一个很快的球，但并没有那么转的时候，我会选择早点，这样一个是有空间去使用，再一个也是让对方从短的到长的会来不及回位，更有可能造成失误。但是如果是他搓了一个比较转但相对慢一点的时候，我会选择用一个稍晚的击球点去把这个球的旋转充分的去摩擦，去制造出来。这样对于我的一个是给我第二板有更多的还原时间，再一个也是能够让这个球能够抵消它的旋转更高的命中率，然后让自己能够去在局面上形成主动。
对于初学者来说，反手下旋拉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我在这儿给大家几个建议吧，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一个我觉得是下旋，因为它有非常强烈的旋转，大家首先要把重心降的要比上旋相对低一点，这样在击球的时候会有更长时间的摩擦空间，这样也更容易去制造弧线，然后能够上台。再一个就是在击球过程中，不要只注意手上的发力感觉，整个身体包括腿到腰的这种发力传导，其实对于手上的这种击球上台也是非常有帮助的。